问界最近的智驾翻车案例越来越多，视频车在正常的行驶中，路面车道线清晰可见，天气不错，视野开阔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前面突然出现一辆电动车横穿马路。按照遥遥领先的说话，肯定是在碰撞前的几秒完美刹住，然后车主再把影片发到车友群炫耀一番。但是这次智驾睡着了，主动刹车 AEB 没有启动，直接撞到了路边的小面包车上。当然了，对于这次撞击也可以解释为，在事故将要发生的前一秒，车机快速反应，最后决定还是自动撞小面包车，因为撞小面包车更有性价比。如果真撞到电动车，可能会被讹上几万。撞小面包车就不一样了，撞报废了也才只要赔几万。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，华为问界的智驾还是遥遥领先的，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精准地算出最优方案。就像这张图片，车主表示华为问界 M7 真的值得信赖。在夜晚高速车机失控，转了2圈撞到了护栏上，但是呢，人员没事，气囊全开。事后更是表示，通过这次的失控，更加说明问界车身质量好，真正的肉身检测质量非常可靠。这诡异的脑回路，不是应该反思车机为什么会失控吗？只能说遥遥领先的营销做得确实很好，总能让车主觉得物超所值。你看这个前面有个这个施工的，你看。我说操，我识别不了，我是。所以说咱们以后在高速上。最近小米 SU7 最火的，除了赛道原型车的发布，就是属于雷军自己上赛道用小米 SU7 来了个漂移，来了一个定圆。先看一下，毕竟千亿富豪表演漂移也很少见。当然了，雷军自己漂移肯定不会翻车，毕竟之前做智驾直播的时候就有几台车前面带路。但是别人驾驶小米 SU7 上赛道就不一样了。昨天就发生了一起小米 SU7 在赛道失控，直接撞墙了。应该还是那个老问题，刹车刹不住。虽然小米 SU7 上市宣传的动力强劲，2.7秒破百。号称年轻人第一台跑车，但是刹车刹不住，确实让人尴尬。从视频看，小米 SU7 直接镶到了墙里面，机盖翘起，车头损毁严重。最关键的一步，盖上车衣遮丑之后，拖拽离场。这里有眼尖的就发现，怎么盖的是斯巴鲁的车衣？小米这是没有准备自己的车衣吗？斯巴鲁在中国已经很惨了，还要被小米这样宣传，不太地道了呀。有网友就表示，一边是雷军宣传小米 SU7 可以上赛道漂移，一边是从发售到现在的4起冲出赛道事件，给人感觉刹车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。而且随着小米 SU7 交付的越来越多，更多的问题暴露出来，有人在路边就拍到这样的情况，真的有点搞笑。看看这放了三脚架，然后安着那个灯。你看这个他的车现在坏了，在这儿动不了，连档都挂不了，我在这里好危险哦。哎，你这个也是新车是吧？什么时候？这个肯定是新车，我知道。提了半个月吧，没有半个月吧，就差不多半个月。你的车机是怎么故障呢？我不知道，那是显示的是什么嘛？这是车辆异常。车辆异常，也挂不了档，也挂不了档。对。哦。哎呀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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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贴了个北京小米。这不是啊。我知道啊，他贴了个北京小米啊，真的是笑死我，有点搞笑。神车迟来。一时分不清谁是谁哈。还没半个月就坏在马路中间，应该是重启一下就没事了。这时候来一个山寨的北京小米，真的杀风景，一时分不清楚谁山寨了谁。
到底是保时捷911山寨了小米 SU7，还是小米 SU7山寨了保时捷911？当然了，也有网友表示，这应该是拍的段子吧，那有这要巧的。我估计拍段子的几率还是很低，毕竟现实比段子有时候更狗血。还有要指出的一点是，这个三脚架放的真别致，再近一点就直接放车里面了。还有一个好玩的就是，一台小米 SU7 在过收费站的时候无法识别 ETC， 这应该是佐证了前挡风玻璃的防晒功能导致了信号的缺失。尽管小米曾经辟谣过几次，表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情况，并且对提出相关问题的网络视频进行了投诉，现在基本看不到了。但是并不代表现在的小米 SU7 就没有信号缺失问题了。收费站人员下来，估计看着车主也是一脸问号，难道是收费站机器失灵了吗？这时候后车估计等不及，稍微上前了一步 ，ETC 秒开，这便宜占得不错。以小米 SU7 的动力，后车应该追不上了，只能默默的后退了。有修理厂的工人表示，给你们看一下比亚迪的真实质量。这些都是那些搞汽车拆解的车，平人看不到的，也只有像我们这种修理厂里面才能看到。这款车是比亚迪的琴，应该是第一次看到比纸还薄的车皮了。先跟你们透露一下，这个车还不到1年，或者说刚刚够1年。虽然比亚迪的质量差，但是宣传是非常到位的，而且挑战项目真的别出心裁，甚至非常的离谱。最近有多位博主坦克400、坦克700、Bronco、普拉多、牧马人、方程豹、豹5等共6款市面上主流硬派 SUV 带到尼桑郭沙漠越野圈网红打卡地进行一场大横评。结果让人大跌眼镜，所有的号称主流越野车一个都没有通过测试，只有方程豹豹5直拔登顶，现场非常的惨烈，感觉越野圈的天都塌了。这里介绍一下尼桑郭，它本来只是阿拉善右旗巴丹吉林沙漠一个普通的天然沙坑，后来就因为有越野爱好者发现这里的锅底深，坡面陡就可以很好的测试车辆的动力，还有它热管理，变成了现在的网红越野基地。但是就是因为它对于车辆还有车主的要求比较高，所以就很少有越野车可以征服尼桑郭。
首先出场的就是普拉多，它采用的就有点像是荡秋千的方式啊，说简单点就是想通过惯性的方式出来。虽然这种方式会在前期给车辆有足够的处置速度，但这种长时间的急速驾驶会造成车辆的动力系统过热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普拉多到了后半段就有点动力衰减，使不上劲儿，就只能失败了。比较有意思的是，这次的牧马人相信是很多朋友的梦中情车，这次它也是所有的越野车当中自身车重最轻的。不过可以看到它也是后半段的动力不够失败，包括后面的 Brink，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福特烈马，作为越野圈的老前辈啊，说心里话没想到他也会在这里马失前蹄，也没成功啊。作为越野老炮儿，这就有点不应该。然后紧跟着就是国产车的表现啊，首先是国产越野车的代表坦克，可以看到它是准备直拔，这一点和前面的普拉多不同，这种方式对于动力的要求是比较高的。如果你车辆前期的动力不够，就会很容易陷车呀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就是为什么坦克400直拔到了半坡。快要到锅顶的时候失败的原因，主要是因为它后期的热衰减造成的动力不足啊，当然还有后面的坦克700。通过视频我们也可以大致看到，应该是因为车身重量过重和弹跳，就卡在了半坡。最后出场的是软派越野方程抱抱5，可以看到方程抱抱5直接一路直拔登顶，而且采用的是速车原胎，一路征服尼桑锅，这就把其他品牌的脸打得啪啪响，也把油车越野神话彻底打破。这里就有疑问了，这些越野公认的老炮车型为什么都铩羽而归了呢？都没有成功，难道有什么秘密？这里就不得不说最后一段非常炸裂的操作了。一辆方程豹救援了越野圈的神车普拉多，并且是拉得飞起。这应该是普拉多被比亚迪黑得最惨的一次了，连带所有的硬派越野车都黑了一遍。真的是好营销。有网友就指出，为什么救援的时候绳子非常的松呢？什么拉出来的时候这个绳子是松的？哼，我一瞅你们什么都不懂，我来说句公道话，因为沙漠里边它这个沙子非常的软，为了安全起见呢，这个拖车绳它都是专用的拖车绳，用的是世界上最坚硬的钛合金拖车绳。没有受力的时候，它是一个圈，你知道吧？只要一拖车一受力，哎，它就会弯曲成这样，弯曲就会产生弹性。这样的话，后边的车不管重力加速度是什么样的，哎，它都不会撞到前面这个车。这是为了保护前后车都不受伤。所以你们看到的牵引绳为什么是不受力是弯曲的，就是因为这种材质的问题，懂了吧？说为什么从锅底下这个拖车绳是直的，一进坡为什么拖车绳就是松的了？我再给你解释一下。这个是这样的，就是我们这个颠覆牌这个越野车这个动力是非常强的，就是为了让后边这个车产生更超强的这个动力，所以先要从锅底给它拽一下。至于我们这个车动力强到什么程度呢？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就是主驾驶的一脚油门踩下去，他的裤衩都追不上的啊，就是非常强的一个加速度啊，所以能把后边的车啊悠起来。根据牛顿第二定律的这个公式 ，F 等于 ma 啊。F 就是物体所受的合力 ，m 就是后边这个车的质量 ，a 就是物体的加速度。通过牛顿的第二定律，再加上我们超强的个加速性，所以这个车才能从锅底出来啊，就是这么个结构。我们的越野车不允许你们产生任何的质疑。你要知道，在没有我们这个越野车出来之前，那些所有下到锅底的都是靠直升飞机叼出来的，明白了吧？你别看这次去了这么多10几个越野车，没有一个能上去，只有我们的干拔也能上去。那10几个车都是通过我们用这种方式拽出来。我实在是编不下去了啊！你们可以把后边的再编一编。这应该是比亚迪常用的手法了。作为首辆越野车的方程豹，从单人单车穿越沙漠，到最近的申请吉尼斯纪录，都是真真假假，水分非常大，每次都被骂惨，但是宣传上非常到位，各路媒体用词也不吝啬，用到超凡实力，撼动硬派越野圈，史无前例等。这就让我想起了一件比亚迪自燃的经典事件。当年疯传于网络，为比亚迪新能源汽车自燃洗地的比亚迪唐 DM 放火事件，于2019年9月23日凌晨在山东青岛莱西发生。接下来让我们再一次仔仔细细地鉴赏一下这段比亚迪唐 DM 放火事件曾疯狂流行在网络上的最完整视频吧。在鉴赏这段完整视频的同时，请你们用你们的大脑回想一下这一事件发生之前的比亚迪的。王传福表示，在2017年到2019年，比亚迪连续3年利润大幅下滑，尤其是到2019年，净利润只有16个亿。
但是在研发上，那一年还是咬紧牙关投了84个亿。许多人在笑我们这是在烧钱。从2010年到2019年，这10年期间，市场上看不到我们大的进展，一直原地踏步，停止不前。2019年是比亚迪最艰难的一年，当时呢，比亚迪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活下去。到这里，整段视频结束了。到现在，这个人也没有抓到，比亚迪官方对此事也没有更多的回应。但是从此，比亚迪的形象在大部分人眼里有很大的改观，认为比亚迪是受害者，是有人故意给比亚迪放火才导致的自燃。这里就有意思了，视频只有那么长，后续理所当然的冒起白烟，还有熊熊燃烧的大火等，还有附近人员奋力救火的视频都没有，只是有个人来偷偷放火，看到烧起来了就没有了。当年就有网友猜测是比亚迪自己放的火，有自导自演的嫌疑。根据正常逻辑，纵火最起码应该被判刑，但是裁判文书网根本就查不到，纵火的犯罪嫌人没有被拘捕，这里面的猫腻看来非常的多了。这种操作像不像现在的方程豹？所有硬派越野车都不行，就方程豹行。不知道是比亚迪钱给的太多，还是参加测试的车型当天都是运气不好，可以发挥一下大家的想象。感谢观看到这里，谢谢支持。